宣布通知下来了，从今年9月份开始，上学的规则全变了。15.5释放3大救命信号，影响最大是幼儿园和小学。40年没动过的9年义务教育，这次可能真的要变了。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40年没动的9年义务教育终于要变了，真是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啊！身在中国的人都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家里有孩子上小学的应该都激动坏了。河南娄底开启12年贯通教育试点正式实行，一起来看看怎么回事，请看视频。40年没动过的9年义务教育终于要变了。1986年4月12号，我国明确推出了小学6年加初中3年的9年义务教育制度。2026年6月29号，国务院印发了《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这是我国首次把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写进了国家级的5年规划里。一旦真的落实，不仅中考分流的逻辑将彻底改变，我们家庭教育的支出结构也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很多人可能还不理解为什么要突然改革？其实呢，除了 AI 时代来临，旧的教育模式开始有点不管用这个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改变大家心中的应试思维。大家都知道，过去20年全中国最流行的教育模式就是衡水模式，而衡水模式又被称为极致的应试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逻辑就是靠海量刷题和题型模板化训练去提高学生的应试熟练度。他们把吃苦和成才绑定在一起，把严格当作负责任的象征，通过这种扭曲人性的做法去提高考试成绩。巅峰时期，衡水中学一个学校就有275人考上了清华北大，占了整个河北省录取总人数的90%。他们一本的上线率更是碾压级的领先。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时的衡水就是全国中学的至高神殿，无数人模仿他们。而衡水模式也像病毒一样四处传播，很快就占领了全国各地，从湖北到山东，从浙江到广西，你随便走进一个3、4线城市的重点高中，都能闻到熟悉的味道。5点半起床，5点40跑操，6点早读，一天13节课，吃饭只有10分钟时间，晚上11点睡觉。所有人都以为衡水模式就是衡水中学成功的原因，所有人都想复制衡水高考辉煌的成绩。它就像一个巨大的放大镜，把我们的文化里吃苦等于成功的观念极致放大，然后用标准化、产业化的方式输送到了全国各地。而且不要以为衡水影响的只是学校的教育理念，它最大的影响其实是彻底改变了我们家长的教育思维。在衡水模式大流行之前，中国的家长主张教育要兼顾成绩、身心健康、兴趣、社交、性格的均衡发展，要适度的劳逸结合。可是衡水模式大流行之后，一切都变了，分数成了唯一的硬通货，其他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为了取得一个好成绩，睡觉、运动、爱好、情绪、亲子陪伴这些东西通通可以牺牲。看到孩子吃苦，他们就心安了；看到孩子休息，他们就如遭雷击。不信你看看自己身边，家长们选学校的首要标准是什么？是师资力量，是教育理念，还是课程体系？都不是。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这个学校一定要管得严，最好到处都是监控，最好从早到晚永远不休息。只有这样，他们才认为自己的孩子去了一个对的地方。如果一个学校作业不够多，放学时间早，那就会被家长们认为老师不负责任。他们会通过各个渠道去施压，要求学校多布置作业，并延长在校时间。有时候真的不是学校不想减负，是家长不让他们减负。因为中国的家长已经形成了一种很根深蒂固的理念，不让孩子拼命卷，孩子就会失去前途。这才是衡水模式对中国教育最大的影响。它改变的远不止学校的教学模式那么简单，它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家长的思想。在思想不改变的情况下，即便国家和学校一直在喊要给学生减负，家长们也会自发地用校外培训、私教补课去填补政策留下的空间，甚至出现了学校提前放学1小时，家长补课时间延长1小时的魔幻局面。当出现这种格局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恶劣影响呢？第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大多数孩子成为了炮灰。很多人只盯着衡水275个学生被清北录取，但大家忘了衡水总计有8000多名学生，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上1本或者是考上2本，他们同样是早上5点半起床，晚上11点休息，他们完全牺牲了自己的人生，但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成绩。更严重的是，衡水模式还极大的消耗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和自主思考能力。很多学生高中毕业进入大学之后，立马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空心病，失去了约束的他们完全找不到人生的方向，最后浑浑噩噩迷失在校园里。还有很多人不重视心理问题。根据数据统计，中国青
青少年群体抑郁症的人数大幅上升。2023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就突破了9500万人，其中1/3都是18岁以下的群体，尤其是初高中阶段，现在已经成了抑郁症的重灾区。这些抑郁症的孩子如果不进行控制，后面还可能会发生极端的案件，这一点大家都看在眼里。每个城市每年都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而且你以为成为炮灰真的只是孩子们吗？我们广大的家长也是炮灰之一，这也是我要提到的第2个恶劣影响，家长也成为了内卷的炮灰。孩子补习，家长就要陪着一起，无数家长牺牲了自己的个人时间，他们白天996上班累得不行，晚上回去还要监督孩子学习，完全没有一点个人时间。而且送孩子去补习也是需要成本的，补习费用是非常贵的，有时候一个暑假的补习费用都要花1到2万块钱，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之前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里面就统计过一个数据，在中国1线城市，把一个孩子从0岁养到17岁，人均成本是100万左右，这还没有算买学区房的费用。请问中国有多少家庭能拿出100万的存款？而且更讽刺的是，大家都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多精力、这么多资金去学习衡水模式，结果现在事实证明，衡水的成功压根就不是因为那套畸形的教育模式，而是因为他们在全国各地到处掐尖儿。在衡水巅峰时期，他们一个学校就有275人被清北录取，大家都认为这是衡水的教学模式厉害。结果2018年国家开始整顿教培行业，当国家不允许衡水跨区掐尖的时候，衡水的高考成绩就一落千丈，从巅峰时期的清北录取275人直接跌到了现在的45人，老师还是那些老师，教学模式还是那个教学模式，题库也都还是那个题库，甚至军事化管理模式还更加严格了，但成绩就是大不如前。这深刻的说明，压根就不是衡水中学的教育方式有多么的厉害，而是他们招收的学生苗子厉害。有些人天生就是清北的苗子，有些人天天睡觉都能年级第一。衡水把这些人聚到一起，那当然会创造辉煌的成绩。但是中国有很多家长还意识不到这个问题，他们还想用鸡娃的方式去复制衡水的成功。所以国家站了出来，开始从制度上引导大家接受新的格局，扭转全社会唯分数论的固化认知，让教育回归育人的本质。只有这样才能够改变中国教育格局。当然我非常清楚这个过程肯定是不会那么顺利的，因为衡水模式影响中国花了20多年时间，中国整个社会的很多认知已经是根深蒂固，想要扭转这种局面，需要我们从课程体系、考试内容、社会评价、就业市场等多个层面来进行全方位大改革。这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这世间所有的问题难就难在开始，只要我们敢于迈出改革的第一步，后面才能克服困难，创造一个新的格局。大家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多多点赞、评论、订阅，谢谢大家。